其实大陆人关注台湾问题，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确实有我们自己的原因所在。海外经历给了我挺冲击的事情，融入与否真的不是由我自己能够决定的。就随便在推特上用繁体字打中国人3个字，你看看这上面繁体字对中国人都说的些什么屁干话。西方人头脑当中形成对这张面孔背后的形象，我估摸着得有1/3到1半都是我亲爱的台湾同胞们，呸，不是台湾同胞们，是1450们造的这些谣。你在大街上走的时候，谁能分出你哪儿的呀？就做这些事儿，我真的觉得蠢。所以海外华人在经历过这种无法完全融入西方人的世界之后，就希望我们这张脸所代表的形象不是难民，而是一个有素质的国家来的，应该受到欢迎的人群。所以我们关注台湾问题，台湾什么时候才能被管？讲别人不好，然后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其实是一种挺悲哀的事情。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今天主要的话题的主线是想要说一下大陆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关注台湾的新闻。首先简单声明一下啊，今天你我都是东北人，对吧？我就是没有特别有深度的一些内容，我只是纯粹站在自己一个普通人的视角，讲一些由我亲身的观察得出来的结论。然后再一个呢，我这个人吧，素质其实也不是太高，这中间如果有一定的脏话含量的话，请在座的各位台湾观众稍微原谅一下，我针对的一定只是执政政府干的那些屁事儿，还有1450干的那些不是人的事儿，不针对真正的就是我们称呼为同胞的人，好吧？我自己从我的经历当中总结，其实是有这3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会在中天啊、历史哥的频道，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台湾博主比较客观的这个频道里边，会看到很多的大陆观众出现。我总结这3类人，一个是就是我在生活经历上或者生活的主线上，在某一个节点上跟台湾有所交错了，而第二个呢讲的是利益相关，第3个讲的就是有一些闲得蛋疼的人群。第一个说这个生活相关的，用出生地的话来说，我姥姥可能都已经到了80多岁，才算是支离破碎的给我们提了提这些事儿。但是他提的这些事儿的时候，就是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他真正的触动了我。我原来就是觉得台湾人其实离我是一个挺遥远的一个词，就有点像是我在辽宁待着的时候，你跟我说云南人，我就觉得当地的话我可能都不太听得懂。但是当我姥姥跟我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她讲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就是她爸爸当时是在警察厅担任一定的职位吧，但他具体没跟我们讲。对，这个职位导致，借用我姥姥原话说啊，就共匪进城的时候，他就全家得到通知收拾东西要走了。然后他们把自己家里比较值钱的东西都找地方该埋埋了，他说该扔房顶扔房顶了。对。但是呢，因为我姥姥她爸爸呢，家里是有4个老婆，也不知道哪个大哪个小的，他就有点舍不得这老婆孩子。哎，这是一个中国人挺常见的一个情感，对吧？他就回家了，结果这一回家就没走成。进监狱的时候，我听我姥说，他那时候年纪还非常小，他从这个家走出去之后就没有见过他爸。他只是有相关的人通知他说，你爸在监狱里没了。但是我姥他后来得到的比较靠谱的消息说，当然也不是因为有任何的迫害呀，或者说任何比较暴力的方式。我姥当时原话就是说，我爸不争气，他但凡身体稍微好一点，他再多挺2年他就出来了。但我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台湾人不那么遥远呀，他有可能就是我姥姥他爸爸原来的一些同事、上司、下属，他们的后代。如果他爸爸还在的话，那完全有可能就认识那儿的人。这对我来说为什么不是同胞呢？对吧？这个事儿就是第一个对我触动比较大的。再第二个就是比较附加的，就是我在美国生活的时候也认识了非常近的一个邻居，就是一个台湾的同学，然后特别可爱。一开始发现2个人都说中文，我们一起吃饭什么的，人就先声明好了，说台湾我们这一代受到的教育已经改变了，咱们就不聊统独的话题。我说行，不聊，咱该吃饭吃饭。但是因为住得特别近，就是我们2家是对门的，所以他有一次开门进我们家的时候，我刚好做好饭在那儿吃饭，然后我当时做的是一个这个东北菜叫豆角糊饼。台湾朋友一进门说什么东西这么香，我说我今天糊饼，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真的一直到现在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家山东人，我怎么能不知道饼呢？
我说咱不是说好了，你们这一代人已经不认同自己和大陆有什么关系，你怎么成山东人了呢？就因为一张饼吗？但是这一瞬间让我觉得，其实台湾人一下就站到我身边来了，就同胞这两个词有了一种更切身的，就是站在我面前和我说话、和我吃饭的那种体会。对，所以我从这两件事情就感觉到，你想国民党那个时候几百万人，他们有多少的亲戚、朋友、上司、下属，甚至有可能就是同胞的兄弟姐妹。对。那这些人在大陆，他去关注台湾相关的东西，去看看我爷爷大哥家的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去看看我的老下属的后代现在过得怎么样，这挺正常，这不就是人情味儿吗？或者有一些人在海外，或者说在公司当中认识到台湾朋友，所以我们称呼同胞，这个我自己觉得应该不算违反了什么规则。对，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再说这利益相关的，海外经历其实给了我一个挺冲击的事情。就是融入与否，对我们来说真的不是由我自己的主观意识能够决定的。对，我当时在美国待的时间其实比较长了，然后后来结婚也都是在美国结婚的。当时在小教堂里办事情的时候，就需要一个一个排队，我们就跟教堂的办事的人员就聊起来了。聊着聊着，他就觉得可能是交流沟通上都没什么问题，他就问我说：“哎，你英语说的挺好的，所以你是哪儿的人呀？”我说：“我中国人。”他就愣了一下，他说：“哦，我以为你是在加州的人。”我说：“为什么你以为我是加州的人？”他说：“加州那儿有很多的中国人聚集在那儿，然后出生在那儿和在那儿长大。”我当时听了这话，我第一直觉是觉得，哎呀，这是夸我英语挺好的呗，以为我出生在这长大呗。可是后来当我自己年纪渐长，我慢慢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金发蓝眼睛的人，即使认为我是出生在加州并在那儿长大的，对，他也不认为我是美国人，他就是会问你来自哪儿。我不管这张面孔代表我来自中国，还是来自韩国，还是来自日本，或者说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也不管你的英语是跟对方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沟通和你觉得融入了的水平，人家真的不把你当美国人。所以那个事情后来在我慢慢的形成世界观的或者形成民族的观念的时候，始终在提醒着我就是中国人，我就是华人，有一天我国籍变了，我也是中国人。而这个形象在国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他在大街上一看你脸，他就能识别出来，而这个识别接下去就会造成他会做出一个判断，就比如说那些素质低下的或者思考能力低下的，他就在这一刻要决定他是否要照你脸给一拳让你滚回亚洲去。对，我的台湾朋友们呢，他们为什么会看到你这张脸的时候不会觉得说，哎，非常欢迎你来这儿，哎，我们很欢迎你这个人群。首先他能识别出你，但第二他对你不友好。为啥？这我就在上面发了一张图，李志哥可以看到，我就随便在推特上用繁体字打中国人3个字，你看看这上面繁体字对中国人都说的些什么屁干话，什么台湾人跟中国人比较怎么地，你在大街上走的时候，你是把台湾人仨字纹你额头上了还是绣你衣服上了，谁能分出你哪儿的呀？而造这些谣，人外国人点一个键，分分钟就能把这个谣转化成英语并传播出去。作为一个海外华人，在海外所受到的待遇，白种人、昂萨人、西方人在头脑当中所形成对一个这张面孔背后的形象，我估摸着得有1/3到1半都是我亲爱的台湾同胞们，不是台湾同胞们，是1450们造的这些谣。所以台湾如果能够真正和大陆一样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言论筛选，我们这张脸所代表的形象就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翻盘。当然那些思想上根深蒂固的人咱们没办法拯救他。你就想想，你这张脸背后全都是这些谣言，然后你这张脸出现在一个西方人一下就能识别出你是亚洲人，问你是哪儿的人的世界里的时候，对你有什么好处？就做这些事儿我真的觉得蠢。所以海外华人在经历过这种无法完全融入西方人的世界之后，就希望我们这张脸所代表的形象不是难民，而是一个体面的、有素质的、正在崛起的国家、有文化的国家来的，应该受到欢迎的人群。所以我们关注台湾问题，台湾什么时候才能被管？最后利益相关的人群就可能是一些他自己在国内外有投资啊，或者有炒股啊，他们在关注国际政治对股票市场有什么样的影响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到一些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啊，交流交往呀，会导致比如说哪一只股票要上升，哪一只股票要下跌呀。
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了，台湾这张牌呀，让美国人和中国打的是有点多呀，对吧？哪一天中国出一个什么政策，哎，美国是觉得说你出的这个政策对我利益有所影响，于是来访个华，哎，回过头人就去说了。说我们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并且不支持台独。哎，你看后面有不支持台独。改天人美国人想搞你呢，就说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但不支持改变海海现状。他就是拿你当牌打，所以这张牌在国际之间的各种各样的交流之上，尤其是现在世界两大肌肉男是吧？一个中国，一个美国。互相的博弈之中呢，这张牌总出现，那这样就导致关心自己的股票啊或者投资的上升下降的人呢，也会对台湾问题被引导过来。你看这两种，这都是自身利益相关的呀。你造那个谣，影响海外华人的形象，并且影响到我们的安全，或者说你干的那些事儿会影响两国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人拿你们台湾牌到大陆来说，我给他一脚，你能不能给我点好处？对吧？所以难免这两种利益相关的人都会被牵扯到台湾相关的问题上来，这是我个人观点。当然，最后一种人就是纯闲的了。到这儿我就不得不耍个流氓了。我一天闲的没事儿干，就点一个键，然后我就能看到台湾政坛上扯的这些犊子多好玩啊！我就愿意看你扯犊子，那就略，你咬我呀，我看你那咋的，我骂你咋的，这你拿我没招。所以综上结合一些个人经历，我想回应一下，其实大陆人关注台湾问题，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确实有我们自己的原因所在。对，台湾朋友也不要说为此而讨厌大陆人。那我说的这些是台湾朋友，而那些执政党啊相关的，我不管你是这种自干的1450，还是你拿钱的1450，拿钱1450，我真的是更气人，你钱烫手吗？撩你一手大水泡。对，对于我们大陆人这件事儿，我也给你稍微回应一下。如果是拿钱的那一帮人的话，我暂时先放开；但是如果是自干的那些人的话，希望你能听一听我们回应的一些声音，也理智的思考一下。想要回应历史哥前面的内容，一句话就是，哎呀，就你们仨候选人真愁死我了。但是作为一个大陆人来说，你们这仨人，我的天哪，就算是一个会演讲都能拿出来当成一个值得赞扬的政治领导人选举的重要素质之一，这是选啥呢？你是选秀呢吗？难道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该具备的素质不是把这2300万人在世界的地位摆得更高，摆得更重，获得更多的国际关系，能够在中美两大国互相博弈的情况下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这种政治手腕才应该是他具备的素质吗？行，你们就暂时选着吧。我跟小姐姐讲一个事情，你如果要去看台湾乃至于全球一个东西来讲，有一个关键点就是不管大陆做得多好，全世界目前还是在西方价值观跟霸权底下，台湾的选项从头到尾没有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这个选项。对，那大家常常现在讲一个东西叫霸凌，有没有？其实思想上的霸凌大家都比较忽视，思想霸凌有时候造成你的形而外的霸凌，其实是更恐怖的一件事。对，所以华人在外被霸凌很多。对，这种东西是很恐怖的一件事，因为这个东西就完全没有是非道理可言。也就是现在，如果去纵观整个中国，包含像台湾民众这种做法的话，其实最早就是因为大家已经根深蒂固认为说共产主义就是不好，社会主义是不好。问题是今天为什么西方会沦落到的地步是，以前你们西方是思想解放才会进行工业革命啊，结果你们现在反而是思想上的法西斯的话，那大概就是要进行一个思想解放。可是我觉得很困难，因为你要认同共产主义，还不如投胎还比较快。而且刚才景伟说的这个思想霸凌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点，就是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会让你觉得这是你自己的思想，你并不是被任何人霸凌和灌输或者被局限起来的，它会让你觉得你是自己产生出这个想法，并且你认同这个想法。而且我刚才跟你讲，霸凌的这种体质还有一种很恐怖的地方，就是它整个边际效应跟氛围的影响会非常大。就是为什么后来有些台湾同胞产生一个错觉，就是西方的价值观是永远都不会有错的，那就变成说很难扭转它。所以说为什么常常大陆有一个东西，我有一个比较大的感慨，就是打铁要自身硬嘛。你与其坐在那边自怨自艾，那你还不如自己想办法强大起来啊！所以说，坊间不是有你今天瞧我不起，我明天让你高攀不起嘛？对，所以其实在这方面，我不是那种无脑的红，我认为大陆什么都好啊。大陆在政府上，比如说有贪腐的这样现象啊，或者说有一些强权的现象啊，这些东西是绝对有的。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有这样的问题。从头到尾，大陆有很多地方做不好，可是仔细观察，当它出现很大的问题来讲的话，让他们还是会
拨乱反正嘛。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是问题是，后来西方价值观，因为这几年走得顺风顺水，甚至靠一些财团寡头的强大之后，就开始在对于世界各国进行一些经济剥削的时候，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他们已经没有除弊除错的功能，或者是他坊间除弊除错功能已经没办法威胁到做决策的人。那最后他们只能用一个方法，就是去霸凌别人，反正就讲别人都不好。是我要回应的原因吗？就是只能去靠讲别人不好，然后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其实是一种挺悲哀的事情。我就觉得很无奈嘛，就是害怕被霸凌的人，最后就只能去霸凌别人，而且霸凌的更过分。那台湾基本上也在反共思想的这一种法西斯的东西里面来讲的话，那他必须要去霸凌大陆嘛，至少周围的人就不会给他压力，哪怕是说现在美国做的不好，大陆做的好啊，他也没办法去摆脱这个东西。所以我的结论是不是因为说台湾对大陆来说，哎呀，我没了你，大陆活不了了呀，怎么着的？这种重要的感觉对1450来说，这是一种假象。如果你生活当中你觉得自己特别没有成就感，啥你也干不好，你就需要一个人去把责任都怪到他身上，你去怪大陆，然后来提高你自己的幸福感。那我觉得你这个幸福感，如果真的想要感到你自己非常重要呢，还不如我就直接跳到最后一句话啊，绣红旗吧。自己家里准备红旗，你平时叠好一点，藏在深一点的地方，对吧？真说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能够加入大陆，将来你的转换的是什么？你的转换是说你加入一个肌肉男跟世界上另外一个肌肉最强的肌肉男，你俩能对着互相打脸，对吧？你像历史哥呀，或者借人几代史这种真正有一定的知识文化储备的人，你能直起腰杆说我国进行对外出口管制，造成美国全员麻爪，指着我鼻子说啊，你怎么能掐我嗓子眼呢？对吧？我们就能回他说，我就堵你了，你能咋的？这种荣誉感比你如果踩大陆人所产生那种自我认同感真的舒服多了。我下一个简单的结论，我相信像我们这样与台湾在人生的某一个路口曾经交错过或者相关过的人，去关心台湾问题，或者甚至关心台湾那些我们称呼为同胞的人，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对于1450当中自干的部分，也可以试着听一听我们的想法，当中拿钱或者说压根儿就顽固不化的人就滚犊子吧。我今天主要话题差不多就是这些内容。